嗨，我是老板。一个宅男到底要从怎么交不到女朋友，然后可以变成女朋友很多的海王呢？这是有可能的吗？应该有吧，应该可以吧。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男生不是都说，其实女朋友真的很难交，或是很难跨出去交友。但我身边真的有遇到有男生朋友，在1-2年的时间内，从真的本来是宅宅的宅男，变成他可以有海王的条件呢。这个中间的落差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吧。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追踪我们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好，这是好几个男生朋友都有做到的事情，然后我就跟他们调查了一下，到底他们是做了哪些改变。第一个是改变衣品，不管衣服也好啊，用的鞋子啊，或者是提的公事包啊，还是什么，稍微做一点改变。那为什么改变衣着这么重要？因为我觉得再怎样，人跟人认识的时候的第一印象还是从外表开始啊。在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对方的个性跟灵魂之前，一定是先刷一下外表，然后可能就觉得这个我可以，这个我不行。对，男生不要在那边，你们看女生也是这样看的啊，对吧？对，所以我有听过男生朋友跟我讲说，可是如果是因为看到我穿什么用什么才要喜欢我的女生，那我也不要。可这个理论有点矛盾，那你不是也是看到一个女生长怎样、穿什么、用什么来决定要不要把她吗？要不要追她吗？那为什么你自己就会觉得我不要用这个去吸引人，或我不要用这样子让女生才能注意我？我觉得这个逻辑有点怪怪的，就是人的第一印象还是很重要，让人家决定要不要来跟你深入了解跟交朋友嘛。那我刚刚讲这些成功的男生朋友们，他们做到的第一个就是改变穿着，例如可能有人是原本都狂穿格子衬衫，就是标准工程师打扮嘛，他每天就是格子衬衫，只是会换色而已。然后牛仔裤就是万年2件，然后一直换，或者西装裤，对，或者西装裤或卡其裤之类的，然后一个球鞋这样子。后来他就交的就是很好的女生朋友，开始帮他挑衣服，然后带他去逛街，帮他把衣柜整个换新。他开始穿有肩线的西装外套，然后里面配个白 T。是不是好像蛮好看的？你这样想就觉得比格子衬衫好看吧？然后或者是他的那个裤子会开始买那个剪裁比较好的西裤，不会都是旧旧的牛仔裤这样子。鞋子他本来就是都会穿万年不败的白球鞋，如果没有脏掉或坏掉，他可能不会换的那一种。其实有时候男生很容易这样嘛，他就开始至少有皮鞋啊，有休闲鞋啊，有帆船鞋的一个变化这样子。他只是购买了一些百搭的单品，然后稍微帮衣柜里面换一下颜色，不要都穿很深的颜色，他可能开始穿一些莫兰迪的颜色啊，可能奶茶色的西外。深灰色的西外，冬天的时候就多一条围巾这样，然后那围巾跟西装外套颜色是有跟到色或者是很协调的色系的，他整个人变好看很多我有画面了。对，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朋友，他以前都是穿那个拉链夹克啊、运动外套，他开始穿男生的风衣外套，那个型感觉有点就是变得不一样，他就变得有点像都会男子。我就觉得其实这些改变也不是真的非常大，就是从你原本不会穿的单品去调整一下下，然后色系调整一下下。然后他说他也没有花很多钱，因为他也是买一般就是专柜上面的衣服，他也没有特别买精品或什么，所以对他来说成本没有很高哦。但是他发现女生看他眼光不一样。这几个男生都说，他们改变穿着之后，虽然刚开始有被亏一下，你怎么会穿这种外套？你怎么会什么？但是后来大家习惯，你半年都这样之后，大家就正常了。然后还有他说的很棒的一个点是，当你开始改变穿着，女生会主动来跟你讲话，就像他刚讲的啊，你今天怎么穿这样？他说以前的女生不会跟我讲话，可是我穿一个西外，竟然有女生跟我说，你今天怎么穿这种西外，跟你平常不一样他就觉得他跟公司的那些女同事竟然有话题，而且女同事有注意到他所以他就觉得他成本很低，就是我只是多买了一个西装外套，今天3个女生跟我讲话，对，这个东西就开始帮他加分了。男生要更加注意一点点，对你的印象会有很大的改变第二点是改变发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很多朋友是，他长得其实还不错，可是他的发型真的不行，感觉很像杂草这样，或油油腻腻的，一条一条的。油油腻腻应该是很多男生他们很爱抹发胶或发油，可是那个量没有抓好，所以他明明就想要看起来很帅，可是看起来其实很像没洗头的。我发现有很多男生是开始注意了穿着之后，可是他忘记时尚的完成还是需要脸跟脸附近的东西，就是我们头发。对，尤其是很多白领的男生他们可能收入啊、事业都很好，可是他不是那么在意外表。我认识过很多男生朋友是，他还是一直在他们家巷口的那家店剪头发，就他从小剪到大，可能就200。你以前小时候可能就随便剪个简单的头发就好看，可是你现在长大了，脸型变了，肤况变了，人的整个体态都变，你可能相对是需要头发去修饰你的。那巷口剪很久的那家理发院，他就把你当小朋友在剪的，所以我就看过我很多白领的男生朋友是穿西装笔挺，拿公事包，然后要去银行上班，可是他头是一个小瓜呆头就是很像小朋友，就是很像在帮国小学童剪的发型。就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国小生，那是合理的。可你现在是一个大白领的时候，你为什么头发是那样？然后有的还会这边有一个翘翘的，然后他会晃的那种，那个就是剪小朋友的发型。对，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是从小就一直固定在那一家剪，有时候会有个违和感。你在跟他开会或讲话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两条头来往去很可爱这样。那我就想，如果你的发型更好看，
其实你的整个人的那个气场会还蛮不一样的，真的会蛮增加你交友的顺利度这样。因为你的帅度一定有差，因为你的人品是没问题的，你的事业、你的经济、你的收入、你的专业能力都是没问题的，可是好像就是差了一点点。那我通常如果够熟，我就会建议你可以去哪里。那小编，你们有遇过因为改变穿着品味，结果异性缘整个差很多的状况吗？有像我之前公司啊，就有一个男同事，每天上班西装笔挺，然后都把自己穿的就是超级老气。结果后来他几岁？他实际是几岁？后来25岁了。他才25岁，结果每天西装笔挺，就是正小鲜肉的时候，把自己弄超老的。所以那个公司是没有规定要这样的，是他自己觉得上班就是要这样。对，他觉得就是成熟稳重就可以吸引到女生，穿一个太老。结果没有要喜欢这种的，就以为他是中年大叔。没错，然后还觉得你干嘛跟我讲话？我不想跟大叔说。哦，怎么这样子歧视大叔？然后后来他就下定决心，叫我们这些女同事带他去买衣服，帮他整个大改造。对，所以就帮他买一些很多年轻的东西，然后带他去剪头发。我觉得头发超重要。哇，从头到脚他第一天去上班，大家都亏他说是新同事。新同事，对啦，新同事。但后来大家就开始想要跟他聊天，然后甚至约他唱歌、吃饭。哦，他开始可以加入那种有唱歌的局，或大家要看电影或吃东西的局。对，那他就可以认识女生了。女生，因为我们可能还会带朋友去啊，还是什么，就互相介绍认识。他还单身吗？你要不要先看一下照片？还在吗？还在吗？所以有差啦，真的是男生不要看不起，说我要改变这样才要喜欢我的话，我才不要。拜托，大家第一眼还是真的是先看外表的。所以如果你的本质很好，我觉得你要让你的外表衬得上你的本质，让大家可以有机会跟你交流啦。第三个呢，就是你要替自己增加社交的机会。像我刚刚讲的，你已经把外表打理完之后，那你再来就是要走出去，让大家可以认识你或看到你。有任何什么同事约的局啊，或是朋友会带朋友来的局，你就要去，你就不能整天就只是公司家里，然后周末又自己一个人，你就很难认识女生啊。女生的旁边就是一堆她更多的女生朋友，而且女生也很爱在那边乱凑对，谁你单身他单身，还是对啊，就很多机会，大家交个朋友啦。对，加个 line 啊什么什么，就很多机会，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到这些女生多的场合里去。还有就是你可以参加一些团体的课程，像我有朋友就是他去参加社交舞的课程，那不止女生多，那还可以肢体接触哦，直接一开始就练2个双人舞，一开始就能牵手就可以搂腰了。他们里面就真的有很多对，因为跳舞真的会跳出感情来，你知道会有默契，然后大家跳完舞又去吃饭什么的，不小心的真的很容易交男女朋友。对，然后还有人是学投资理财的课程啊，因为投资理财课程也有男有女，或是语言的课程，还有人心机很重，他去报那个什么手作花艺课跟烹饪课，那里面全部都是女生，然后男生是很少的，他可能就变班草，你知道吗？他甚至还说一件事，就是有时候那个烹饪课或花艺课，很多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婆婆妈妈就会说她女儿单身，然后他就说这些婆婆妈妈可能就是有时间或有这些品味来做这些事情，有时候就是好像家境都还蛮好的。我说你心机真的很重他是用一个年轻人的身份去给未来婆婆挑的概念，聪明先过妈妈那个，擒贼先擒王，对不对？那所以小编，你们当初都是怎么认识到男朋友或老公的？我也是唱歌的时候认识我老公的，我觉得他唱歌很好听哦。可是什么同事唱歌吗？还是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等一下，唱歌很好听这件事情好加分啊！我真的受不了那个声音。看本人觉得还好，但声音好听哦。所以如果今天不是唱歌的局，你可能未必会抓到他的魅力耶。因为如果只是吃饭，你可能就觉得他长得还好，是吧？你刚刚自己说长得还好，但是如果是去唱歌的局是他的强项，你反而会觉得他唱歌好像蛮好听的，你就注意到这个人了。对，大家其实要了解你自己有什么强项，你要多发挥在那一点。你很会跳舞，你就去跳舞的团；然后你很会讲话，你就聚餐的时候要多讲话，你才可以有所表现啊。或者是其实要自己就，因为我有个男生朋友就跟我说，你不要只等着去参加活动，男生如果可以的话，你来主办活动。他说虽然包厢钱可能是我要出，或者是如果我们去什么地方的包场费是我要出，可是他说主办人很容易就是现场的所有人就是会来认识你一下，对，像他就之前办了一个餐酒会，然后他就包了一个餐厅，然后请他认识的朋友来吃饭，或者是像刚刚讲的揪唱歌，可是他是揪的人，然后今天他可能他请客什么的，所有人来的人会不会跟你敬一下？会，一定会说，今天是他揪的，或是今天金主他有没有？然后就会来跟你敬一下或认识一下，因为朋友带来的朋友他未必会主动介绍给你认识，可是他如果过去每一桌敬酒说，这位是你朋友拿什么，他是可以环绕全场，然后跟所有人认识的。然后他就说，男生来主办一个活动的时候，女生好像会觉得你很有魅力，因为会觉得你好像人脉很广，很有能力这样子。我说哇，你都是用这招把妹但现场就是你一定要请朋友，要带朋友来啊，你不能还是你那一群兄弟就没意思啦。带美亚来，因为女生朋友说请他们再带他们的女生朋友来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就说你可以相信吗？1年多以前我还是个宅男，现在是女生都会过来跟我敬酒，然后跟我加赖，然后主动跟我讲话，很多女生会主动黏上来。我说什么叫黏上来？他说他们就有其他暧昧的意思。我说真的假的？对你有暧昧的感觉？他说对，是女生主动释放的，所以他就说
这个东西可能很多男生没有意识到，就是你只要大方一点，或者是展现出你的能力，勇于去主办一些活动，其实对女生的吸引力真的很高。好像会，就是你会有一种崇拜的眼神，或者是就而且是会一直想要跟他联络。觉得他号召力好像很强。对，你看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朋友很多？哦可是其实朋友也是朋友带来的，你知道吗？对可因为他是主办人，就会觉得全场都是他的人嘛。哦然后感觉跟他在一起，好像生活就会变得很很丰富。多彩对，那他就说，你看哦，我从以前是宅男，我现在是完全有海王的条件哦。如果我要扎他们，我是可以的。然后还好他的个性，他的性格是不会这样做的人，只是意识到说，我只是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我改变穿着、发型、品味，愿意花钱出来主办一些活动，然后踏出来跟大家交流，异性缘就是不一样的。有无限可能欸。对，所以他就说我真的是直接宅男变海王了，我现在是可以当海王的。他觉得说很多男生就是也不要高高在上，或是觉得改变没有用，真的有用，他就真的是靠这些。他说在女生眼中，他的魅力好像变得整个不一样。最后一个是你要丰富自我才会有个人魅力，因为我有个男生朋友跟我说，即便你跳出去交友了，可是如果你没有魅力，你跟女生见一次面没有下一次了，或是加了 line，你讲几句话讲不下去也没了。他就说你只会一直找很多的机会，可是那机会最后都变成什么都没有，那你只是会受到更多的打击而已。他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每认识一个新的女生，你应该要有最高的机会吸引她，你多多涉及各个领域啊，你各个领域都能聊一点啊，就很容易跟人找到共通性。例如这个女生她是做什么产业的，你可能就懂一点啊，就可以跟她聊啊，或者是你最近很爱看电影啊，那女生看的电影或看的韩剧，你就可以跟她聊啊。不要都只有在男生的世界里面，然后女生的东西你都不懂，因为女生就是爱看剧，然后男生又不看韩剧，那你跟他就没有东西聊。可是渣男他们就是会去找女生的话题，女生就被渣男拔走啦难怪。那你们又一直抱怨说，哦，为什么就是女生都被渣男吸引走，那种好男生他们都不看一眼？没办法啊，他们就是风趣幽默，长得好看，或是穿得好看，然后又会做功课，知道现在女生在迷什么。然后他还会称赞女生，说，你最近有剪头发啊？哎呦，你染这个颜色还蛮适合你的发现了，这么明显吗？女生就是很开心。可是很多直男就是女生跟他讲，他也说我不知道啊，你有剪过头发？直白就这样，就是很难聊啊。对，超无聊的。对，或者是你都已经特别跟他开话题，他还是在那边，那很重要吗？就是气死人呐！不要抱怨女生被海王渣男追走，他们就真的是比较好笑。还是你很会研究什么星座命盘也可以。女生超有兴趣的，真的，我跟你讲，我有男生为了追女生，他去研究手相，你知道为什么吗？手相每个女生手都跟他，伸出来，可以跟帮我看。每个女生她就手是先牵过来。他说星座就只能嘴巴聊而已，摸不到人。好聪明哦。对，他就说要手相或面相，因为面相就会靠很近这样。我看一下你哦，靠很近哦。而且靠太近，有时候女生会害羞。对，而且还可以盯着她眼睛看。他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一直盯着一个女生看，然后不会觉得我们在骚扰她呢？就可以，我帮你看一下哦。那眉毛，这眉毛是用画的吗？还是你笑一下，我看一下你唇形什么？我想说你真的很贱。所以下次女生只要男生一说他是看面相手相的，要有点防备。他到底会不会啊？所以不要不敢跟女生聊天，然后要适时的释放出你懂的东西，女生是会很崇拜你的。所以如果这4个点有做到的话，根本整个就是打掉重练，整个人砍掉重练哎。对啊，这个账号又重新开始了，好不好？所以男生不要放弃自己的机会，然后女生欢迎你们留言。男生做这样的改变，你真的会受到吸引吗？你们喜欢衣品是怎么样的男生，跟有怎样个人魅力的男生，可不可以留言一下，让我们的男粉丝也参考一下呢？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追踪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IG哦。